各位久等了，因为我也感染了。这2天声音还行，就把最后一期录了。因为颓着好的更慢，毅力和心态很重要。我应该到中后期阶段了吧？等我完全好了，我会简单的说说哪些药，有效，哪些网红药又贵又没有用。咱们说回正题。转眼我们来到了《他和他的他》这部剧剪辑分析系列的最后一期。这期我们围绕剧中一段很重要的蒙太奇来讲，但是我不是说那些蒙太奇的分类，也不拿电影来举例。那些东西说实话我也没学过，二来就是我也看过一些视频，结果这些叫法都不一样。咱们还是说能应用到剪辑中的思维和技法，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。还是先简单的铺垫一下。我们可以把蒙太奇理解为一串传达故事信息的镜头组成的，只保留必要的镜头，压缩了时间，强调音乐，强调情感，可以发生在任何剧情中。前期剧本有设定或者没有设定，去偷镜头也可以完成。接下来我们跟着剧情走。因为这段有2分半钟，我就不先放一遍了，也不会影响大家接收信息的效果。想看原片的话，可以在我这个系列第6期的片尾有放预告。现在我们直接边看边说。一直跑，雷声，要有事儿发生了。接着这种慢镜头，天空下雨，我就感受到已经是蒙太奇的开始了。如果没有做过剧或者感受不到也没关系。咱们接着往下走。我爸跟我弟就还活着，可是他们明明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。出旁白了，已经实锤是女主在回忆了。缓推，有人叫她，一个叠加，她爸爸出现，弟弟也缓缓的同框。一个小闪白，好像不是闪白，闪的不是白，闪的是，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效果。要是觉得把闪白的颜色调灰一点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。有点棱镜效果的遗像，对照前面说明明爸爸和弟弟已经去世了这个旁白，我们可以按段去理解。这段主要交代他想起父亲和弟弟都很善良和蔼，但是最终他们的遗照出现，他们都去世了。再看一遍。我爸跟我弟就还活着，可是他们明明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。林晨曦，吃早餐喽。陈志玲、杨佳。接着转到另外一段人物关系，她的闺蜜，一个学生时期和成年的闺蜜快切。注意这儿的台词是叠加的。还有是真的3399，这段就回忆她有2个闺蜜，关系很好。再闪回来。杨佳音。还有是真的3399，愿意帮我保守秘密吗？还是在讲闺蜜，这句话关系就转折了，都是有点棱镜效果。我不会说出去。当年我要你们帮我保守秘密，结果呢？闪回来，想起闺蜜没有帮她保守什么秘密，然后我爸妈背叛我，你们也背叛伤害我。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。这儿是另一段剧情，
她闺蜜和闺蜜同事。保守秘密吗？我不会说出去。当年我要你们帮我保守秘密，结果呢？我爸妈背叛我，你们也背叛伤害我。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，不然反而害到你自己。用在这儿，画面虽然是闺蜜和同事，不相关女主，但是台词可能是在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吧。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，不然反而害到你自己。居然有传了，这也是另外一段故事，是另一个闺蜜被诱奸的片段，放在这儿的作用和上一个闺蜜和同事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。凌晨，我江云引出新人物，回忆到大学时候的男友。你跟江源在大学时期交往，我已经通过他妈妈的说的话，我走啊。然后男友离去，她很痛苦。这段主要讲回忆起男友，并且男友离她而去。你们帮我保守秘密，结果呢？我爸妈背叛我，你们也背叛伤害我。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，不然反而害到你自己。居然有传了，有当事人。凌晨，我江云呢？我忘记了吗？你跟江源在大学时期交往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走啊。林晨曦，又有新的人物出场了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盛华学姐。是她的学姐。这是成年和童年的类似匹配剪辑吧，盛华学姐。声音是成年学姐的原台词。因为我可以找这段到同伴。讲回忆起有个学姐，她有自杀倾向，多次割腕。结果你什么都不愿意，我还是一个人。女主对学姐说，以为他俩能齐心做点什么，你来结找我果学姐不敢。因为我可以找到同伴，结果你什么都不愿意，我还是一个人。今天清晨，一名女性女程昭媛从顶楼跳楼轻然生，后同年的女主去报案，进行调查。我想报案。妹妹，醒了。注意这个字幕啊，小刘来帮忙一下这个字幕。调查。我想报案。妹妹，醒了。大家都叫我小刘了。请观众这里重合的效果，我们在第5期神奇的关键帧里做过详细的分析和实操，这儿就不细说了。这个人身份是警察，他是女主幻想中的一个人，并且这个人的脸和她的男友一样，并且叫小刘，就是刚刚女主去报案让刘毅的那个小刘来帮忙一下。这个字幕就是他去报案的时候听见有人叫一个警官小刘，所以就安在了他幻想中的这个警察身上。这样能说明白吗？调查。我想报案。妹妹，醒了。大家都叫我小刘了，我是警察，放心啦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这帮你。个妹妹等我一下2次用到，在小时候报案的时候是真实的场景，警察局里那个小刘，真的小刘对他说的话。我是警察，放心啦。这个停车场也是和回忆相关的镜头，没看过剧的应该不知道。他是曾经也在真实的场景中见到了停车场的某个人，然后也把他放到了自己的回忆里面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换成上过来帮你了一个新的身份出现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帮你梳油。这是提前拍好的同角度同景深，关于这个男友和小刘的关系，他已经完全想起来了。一个上升音效，然后水滴静止的特效。看到这儿，如果没看过这个剧的，以为这段蒙太奇停止了。其实如果不是故事没讲完，这样的手法作为一个停止也是
正常的。但是为什么要闪回来，刻意做这么多效果提醒你，就是因为接下来的回忆可能更重要更深刻。耳鸣声，画面颠倒的，女主的世界从此颠倒了。林晨曦出人生，接下来就要和这个人有关系了。音乐的节奏紧张起来了，一个倒放，喘息声，女主的主观视角。看到这儿，没看过剧情的也知道发生什么了吧？虽然这个剧不是真实的故事，但是像溯源、房思琪也就不多说了。耐下，我不知道林晨曦是用什么心思来接近我先生。你如果再接近林晨曦，我杀了你！我发誓！这段不忍心不够说了，就是谁说话给谁画面。这段主要讲女主回忆起来她是如何被老师迫害，然后师母又如何圆谎去保持他们的形象。这段是男同事绑架威胁她，和老师交叉着剪。车鸣声袭来，要转场了。女主手抓方向盘，主观视角，大卡车来了。注意一下这个镜头的切点，女主微微张嘴，那几帧不能不给，给长了也不行，毕竟是快撞车了。在这个蒙太奇叙事里，撞车不是很重要的事件，也不用各个角度的渲染。这一展了，以为要切全景，两车相撞，哎，不给你看，就是要打破你的潜意识，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一种思维。一段留白给观众，让你消化一下，被唤醒，还是从女主脸上回到现实，这段就结束了。因为这段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难点，我也没多说技术方面的东西，主要是串联了一下剧情，主观的分析了一下对方剪辑师的意图。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，因为自从感染了之后脑子不太好使，会想的不想的就把沐浴露和身体乳记错了。其实这期内容还是有一定门槛的，因为蒙太奇是导演、摄影师和剪辑师创造的，但是我们普通人接触到的素材往往都是剪辑师才是主力。它主要是考察你对剧本的理解，对人物关系的理解。当你有了自己的思想，想剪成什么样，能在纸上搭建出框架，你才能去挑素材。我没有开篇就泼冷水，但是也不能说什么给我3连我就包教包会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和大家看完这段分析之后，再说点真心话。